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喺歷史上，美國咧就曾經向到全球唔同嘅國家就嚟到發動咗總共4次嘅芯片戰嘅。頭3次嘅芯片戰，美國都可以話到係贏到開行嘅，但偏偏就喺第4次嘅芯片戰，亦即係我哋相當之熟悉嘅對華芯片戰入面，美國咧就唔能夠好似從前咁延續佢嘅勝利，反而喺發動到第4次嘅芯片戰嘅時間咧，就踢着一塊硬鐵板，到最後咧就敗陣咗落嚟啦。究竟係乜嘢原因會導致到美國從來都贏到開行嘅芯片戰，都竟然喺遇上我哋中國嘅時間敗陣落嚟呢？而之前3次嘅芯片戰所發動到嘅對象同埋對手，又係啲乜嘢嘅國家同對手？當陣時老美出咗啲乜嘢招式，可以搞到佢哋貼貼服服，但係反而對住我哋中國呢啲招式竟然失效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為到呢件事嚟到作出詳細嘅報導嘅。再之後，今日就同大家講一個猶太人家族嘅故事。呢一個猶太家族滿手都係污糟錢，曾經將好多嗰啲福壽膏賣過嚟我哋中國，亦都係間接慫恿英國政府嚟到對我哋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呢個家族呢，就叫做沙遜家族。轉頭翻嚟，我哋就講下呢個沙遜家族，佢哋喺邊度而嚟？以前又曾經做一啲乜嘢生意？又點樣可以令到呢個英國佬對我哋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嘅呢？轉頭翻嚟講下。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12月21號至1月2號嘅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其實美國有史以嚟呢係總共發動過4次嘅芯片戰嘅。4次嘅芯片戰入面，前3次呢都係由到美國勝出，但偏偏去到第4次嘅芯片戰上面對住中國呢個對手呢，美國就仿如踢到鐵板一樣，係唔能夠取得成功嘅。其實美國一直以嚟都想做世界半導體嘅主宰者，因為佢深知道半導體芯片係未來科技發展不可或缺嘅一個關鍵嘅技術產品嚟嘅。無論從航天、太空領域、汽車嘅製造、工業嘅生產，甚至乎我哋日用嘅家電、手機、移動通訊嘅網絡設施等等等等，基本上而家所有嘅嘢都離唔開芯片噶啦。因此喺芯片領域，美國從來都係唔允許到受到任何國家嚟到挑戰佢絕對霸主嘅呢個地位嘅。所以就由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已經一直習慣咁用佢手中領先嘅技術同埋專利嚟到對佢發出挑戰嘅對手進行到打壓噶啦。如果呢啲手段都搞唔掂嘅話，仲會用到無底線嘅手段，直至到完成佢自己嘅目標為止嘅。呢一樣嘢，其實過往30幾年間，美國都一直係咁樣做噶啦。所以華為已經唔係美國制裁嘅第一個對象，而且懶理到係美國嘅盟友或者係非盟友都好。歷史上嚟講呢，美國已經發動過除咗華為之外嘅3次芯片戰爭噶啦。只要係威脅到佢美國嘅話呢，佢通通都會進行打壓，完全冇面俾嘅。理鬼得你係什麼盟友與唔盟友啊？所以今集我哋就嚟到睇一睇，講一講點解美國前3次嘅芯片戰爭都贏咗，但係第4次對住中國所發動嘅芯片戰事偏偏唔能夠成功呢？
究竟美國所發動到嘅前3次芯片戰爭所開打到嘅對象又係啲乜嘢人、乜嘢組織、咩國家呢？點解佢哋會輸咗落嚟？今集就由到我哋嚟到慢慢詳細講下啦。首先，我哋就睇下第一次嘅芯片戰事先。嗱，第一次嘅芯片戰爭被美國收拾嘅主角呢，就係我哋嘅鄰國日本啦。其實日本嘅半導體發展從來咧都係離唔開美國嘅政府嘅支持嘅。喺2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咧就嚟到策略性地將一啲工業生產等等呢啲被俗稱為粗重嘅功夫咧，就交咗俾日本嗰邊做嘅，就打造到咧日本成為美國代工廠嘅呢個角色嘅。2次大戰之後嘅日本一直都係從事於美國交到俾佢嘅呢個角色，而其中當時生產半導體嘅責任咧，亦都交咗喺日本嘅手上面。日本咧就係嚟到成為咗當陣時美國生產半導體嘅代工廠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呢個國家佢都幾善於學習嘅，亦都幾擅長將別國嘅東西吸收消化完之後就據為己用，然之後再加以改良，變成自己嘅嘢嘅。於是乎，日本就喺呢個時間嚟到學習半導體生產裏面嘅重點，並且喺佢學習嘅呢條路上面就發現咗有啲唔妥喎。日本人發現到，咦，唔對路啊！呢個半導體行業可以話到咧喺未來係不得了嘅，因為喺當時嚟講，佢已經發現到芯片就係未來發展必須要嘅東西嚟嘅。日本人當時已經預示得到嚟緊芯片對世界嘅重要性啦，所以呢個時間咧，日本就可以話到打起咗佢哋嘅壞心思起上嚟，就想飛甩美國，發展自己屬於日本嘅半導體技術。當陣時咧，日本政府就可以話到係話做就做嘅情形，就等同於現時我哋中國嘅情況一樣。當陣時，日本咧就決定拎出720億日元，用到嚟進行技術嘅研發，以及係牽頭日本5大嘅企業富士通、NEC、日立、東芝同埋三菱呢一啲日本嘅大巨企咧嚟到進行舉國體制式嘅發展，屬於佢哋自己嘅半導體行業。喺咁樣嘅情形之下，由研發原材料開始，直至到去到最後嘅封裝階段，整個產業鏈嘅關鍵技術，佢都係有自己想包晒落嚟做嘅心思嘅。而及後佢亦都成功做到呢一點。由此可見當陣時日本想擁有到自己嘅半導體行業嘅決心，究竟有幾咁大？真係可以話到呢，所謂力大出奇蹟嘅。有時呢個世界嘅道理就係咁簡單。當舉國決心去做一樣嘢嘅時間，好多難關都係可以被攻破嘅。當陣時嘅日本呢，就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嘅中國一樣用到集中全國嘅精力，連同埋唔同嘅大小公司就嚟到發展屬於自己嘅半導體行業。咁樣通過日本政府嘅一輪操作底下，就真係俾佢嘅半導體行業迅速發展起上嚟。根據到當時全球前10大嘅半導體企業嚟計咧，日本就已經獨佔咗其中嘅6家，憑借住當時優質嘅產品同埋相對較低嘅價格，就嚟到迅速搶佔咗整個市場。時間去到1985年，當陣時日本喺半導體芯片嘅產業嘅全球市場佔有份額就首次就嚟到超越咗美國，就連好出名嘅芯片龍頭英特爾亦都喺當陣時俾日本打到要退出芯片嘅領域，因為日本當陣時已經成為咗全球最大嘅半導體生產國啦。所以大家就諗下當陣時嘅情況幾咁誇張，就係因為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美國實在係再坐唔住落去啦。本來就諗住俾你日本嚟到喺2次大戰之後承擔我一啲工業或者係叫做粗重嘢嚟到去幫我代工嘅一個國家嚟嘅，而家你竟然想超越我美國，甚至乎想取代我美國，諗都唔使諗。於是美國就開始諗盡辦法嚟到去對付呢個日本啦。其實唔單止半導體行業，當陣時日本嘅經濟勢頭仲有超過美國嘅上升趨勢已經開始出現，所以當陣時美國
就整咗一個十分之出名嘅協議嚟到俾日本加入收拾日本嘅。呢個呢，就係好出名嘅廣場協議啦。不過雖然喺廣場協議嘅情形底下，日本經濟係受到重創，但係都未能夠完全限制住日本半導體芯片嘅發展。咁樣喺美國利用到呢一招都唔能夠有效打擊到日本嘅半導體行業情形底下，美國就嚟到諗一啲有別於以往嘅招式。喺咁樣嘅情形底下，美國就嚟到向到日本正式發動咗第一次嘅芯片戰爭啦。當陣時由於美國都未打過芯片戰嘅，所以好多嘢咧都可以話到係喺當時嚟講係創新嘅。呢啲招式嘅運用，今時今日我哋都熟口熟面，但係當陣時咧先至係啱啱誕生。咁我哋咧就嚟到睇下究竟美國第一代嘅芯片戰爭係點樣打㗎。喺開初嘅時間咧，美國政府一方面就建立到一個所謂嘅價格監督機制，就嚟到督促日本自己咧好自行調整佢嘅半導體價格啦。例如係要令到日本嘅半導體唔能夠再賣咁平，提升翻個價格，令到呢啲日本出產嘅半導體產品喺市場上面嘅性價比唔能夠再咁高。呢招係佢嘅第一招。而另外一方面，咁樣都未夠嘅，美國當陣時就諗到一招出師有名嘅辦法。呢一招今時今日我哋聽起上嚟就熟口熟面，但係當陣時咧就好創新嘅。美國就運用咗威脅到佢哋美國國家安全嘅呢一個講法嚟到施展佢第二招嘅招式。首先，美國咧就喺佢嘅國內發動輿論戰，喺一啲美國政府已經完全控制嘅媒體上面咧嚟到大肆宣揚啲乜嘢啊？就係宣揚到日本嘅半導體產業嘅崛起係對佢哋美國嘅國家安全造成咗嚴重嘅影響嘅，亦都同一時間嚟到喺媒體上面大肆宣揚到妖魔化到日本嘅半導體行業。佢咁樣做嘅目的咧，就係首先要喺出招之前嚟到激發起美國國民嘅抵制情緒，獲得民意嘅支持，然之後再將日本威脅論植入到佢嘅國民身上。呢招咧就係佢出手嘅第一招。到佢國內已經產生咗強烈嘅抵制情緒之後呢個時間再做埋餘下嘅招式，就會獲得佢國內大多數民眾嘅支持噶啦。的而且確，佢利用到控制傳媒，成功地激起咗美國國民抵制日本半導體產品嘅情緒。之後眼見時機已經成熟啦，就由到美國佢自己矽谷嘅科技公司所組織到嘅半導體行業協會嚟到出手啦。冇錯呢個所謂嘅半導體行業協會，全部所組成到嘅公司咧，只不過係去美國矽谷嘅裏面嘅嗰啲科技公司所組成嘅啫。咁樣就係所謂具有代表性嘅半導體行業協會，根本就係自己人嚟嘅。呢個半導體行業協會就夾埋美國政府做咗台大龍鳳。首先就由到呢個半導體行業協會，亦即係簡稱 SIA， 就首先由到 SIA 嚟到去到去信美國政府，去到指導美國嘅半導體行業嘅衰弱嚟緊係將會為到美國國家安全帶嚟重大風險嘅。當陣時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 佢嘅邏輯係咁樣嘅，大家聽完真係 O 晒嘴。SIA 嘅邏輯咧，佢係咁樣講嘅。第一，因為超級武器嘅技術係離唔開超級電子嘅技術，而超級電子嘅技術咧又離唔開最新嘅半導體技術，所以如果美國嘅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軍方咧就將會被逼喺關鍵嘅電子零部件上面咧使用外國嘅產品，亦都包括日本製造嘅產品。而因為咁樣嘅時間相對於佢哋美國嘅國產貨嚟講，外國嘅貨源係唔可靠嘅。戰爭發生嘅時間仲有可能會對美國進行到斷貨添，因為呢啲都係外國貨嚟噶嘛。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算唔係打仗嘅時間，喺非戰爭時期，呢啲外國嘅貨源有可能仲會向美國嘅對手當陣時嘅蘇聯嚟到去供貨嘅。所以綜合嚟講，如果美國放任日本喺半導體晶片嘅領域上面稱霸，就等同於犧牲國家安全，就係佢哋最後嘅結論啦。大家睇下呢啲所謂經過研究而得出嚟嘅結論，其實等同於夾硬屈係冇分別嘅。其實你講埋咁大堆嘢，倒不如直接話係唔係都威脅到你美國國家安全，所以就要喐你啦。咁簡單咪得咯，使乜講咁多嘢啫？橫掂你都係屈嘅啫嘛。當然呢啲西方世界
都係圖個出師有名，或者叫做做戲做全套咁解嘅啫。你睇到佢嘅套路嘅，點解要由呢個半導體行業協會去到寫出呢啲咁嘅理由，然之後再去信美國政府嗰度嚟到提出呢個意見呢？其實由頭到尾都好似係一啲行業嘅意見，然之後交到俾美國政府，然之後咧就好似做到美國政府睇完呢啲行業意見之後覺得有道理，跟住咧就嚟到批准有關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嘅呢個建議，再之後喐手去到實施制裁。成件事咧就彷如做到美國政府只係聽從業界同民間意見，再加上真係有美國國家安全嘅考量，因此被逼做嘢咁解啫，就想做到咁嘅款。其實時至今日，呢啲咁嘅套路依然都係繼續發生緊嘅。最終美國喺使用完呢一番套路之後咧，就嚟到以國家安全嘅理由嚟到對日本進行正式嘅制裁啦。不過唔好心急住，雖然聽到嚟呢度咧，大家都覺得好熟悉，但係如果再聽落去嘅話咧，可能有啲更加熟悉嘅套路，你係會聽得到嘅。有咗呢個出師有名嘅制裁理由之後咧，都仲未夠喎。下一步咧就嚟到進行更加深入嘅打擊。美國就以一啲所謂交流、學術研究等等嘅理由咧，就嚟到邀請一啲日本嘅半導體工程師，就嚟到美國嗰度進行所謂學術嘅交流嘅。咁往後當然我哋先知道啦，呢啲交流根本就唔係真正嘅交流，連交流流都唔係其實咧就係想引誘日本嘅呢一啲半導體工程師嚟到美國之後咧，然之後就嚟到以莫須有嘅罪名砌佢生豬肉，跟住咧就將佢逮捕嘅。咁大家聽到嚟呢度嘅時間，係唔係聯想起我哋中國某一個人喺美加發生嘅事情啊？冇錯啦，呢一招咧根本就係一招孟晚舟事件嘅前身。原來咧喺80年代嘅時間，美國已經識得咁樣玩噶啦。其實唔單止孟晚舟嘅事件，如果我哋再細心啲留意下嘅話，當陣時我哋中國有好多同芯片行業有關嘅人士咧，亦都俾美國利用到呢一招咧嚟到予以逮捕嘅。例如係邊個？例如好似話到係我國有芯片大亨之稱嘅張浩咁樣。張浩同樣咧都係受到美國以學術交流為到理由，而俾美國佬呃咗過去之後咧，就立即將佢逮捕嘅。唔單止張浩呢位芯片大亨，2020年幫助到華為突破 5G 封鎖技術嘅另外一名代表性人物陳正坤，亦都被美國下令全球通緝嘅。而家睇翻起上嚟，美國其實玩嚟玩去都總係嗰幾個套路嚟嘅，但就憑住呢幾招唔同嘅套路交替，往往咧都係能夠俾美國成功得手嘅。咁好啦，喺美國出完呢兩招之後，又拉又鎖人哋啲人，又嚟到去出師有名話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以後咧，美國就嚟到進行第三招。呢招咧同樣我哋都係熟口熟面嘅。當陣時美國嘅商務部又以日本嘅儲存器存在住違反反傾銷嘅情況，就嚟到向日本方面咧徵收100%嘅反傾銷稅。呢一刻開始咧，就正式向到日本發動正式嘅貿易戰，強迫日本嚟到簽訂半導體協議嘅。嗱，大家睇到啦，貿易戰嘅發動亦都係呢套組合拳裏面其中之一個部分。基本上我哋可以睇到呢啲招式咧，全部都係熟口熟面嘅，因為美國亦都曾經喺我哋中國身上用過晒所有同款嘅招式。咁好啦，之後點呢？日本之後點喺強迫到日本簽訂咗半導體協議之後，呢個時間咧，日本就已經頂唔順啦。喺三招齊發嘅情形底下，日本亦都被要求到咧嚟到開放半導體市場，加猛嚟到打開呢一個咁嘅領域。從此日本就要保證到喺5年之內，外國嘅公司咧係能夠獲得日本半導體市場裏面20% 嘅市場佔有率嘅。喺半導體市場被迫開放以後美國再整多招俾日本嘆，就係對日本所出口嘅3億美元晶片嚟到徵收100% 嘅懲罰性關稅，並且否決到日本公司富士通收購美國快捷半導體公司嘅呢個收購方案嘅。好啦，喺經歷完呢一套包含住唔同招式嘅組合拳以後，呢一刻咧，美國可以話到係最少開創咗2個先例嘅紀錄嘅。究竟係邊2個先例呢？
第一就係首次對盟友嘅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嘅記錄，呢個係第一次嘅。而另外一個第一次就係美國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提升到變成全球政治打壓，呢個呢亦都係美國首次所出動到嘅招式嚟嘅。不過當陣時嘅日本呢都幾頑強嘅，雖然都已經可以話到係俾人打咗半壁江山落嚟啦，但係都並未完全打瓜日本嘅半導體產業，都仲未瓜得晒㗎。喺當陣時嚟講呢，經過依套組合拳嘅洗禮，全球嘅10大半導體企業入面呢，仲有一半都係日本嘅企業嚟嘅，而其中3間嘅日本企業，佢哋分別就係 NEC、東芝同埋日立，依然呢係包攬住全球前3嘅位置嘅。眼見咁樣嘅情況，美國咧就嚟到繼續加力，更加變本加厲。就喺1989年嘅時間，既然你日本仲包攬住前3嘅位置啊嘛，我就打到你服。因此咧，就喺1989年嘅時間，美國憑住自己嘅強力措施，就再次迫使日本咧嚟到簽訂咗另外一條不平等嘅條約。呢條不平等嘅條約咧就叫做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嘅。美國佬啊真係夠晒辣啦！因為呢條所謂嘅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呢，就係可以令到美國獲得到日本半導體產業嘅知識產權同埋專利嘅，所以呢一招呢，真係夠晒辣，連你嘅知識產權同埋專利都攞埋嘅時間啊！我問你，仲有啲咩符 fit？情形就等同好似今時今日我哋見到之前美國迫使到台省、台積電同埋韓國三星一樣，亦都要將佢哋嘅專利交出嚟一樣，呢個玩法咧根本就係一模一樣嘅。所以有時咧歷史係會重演，不過咁樣都未夠喎。除咗嚟到去獲得到日本半導體產業嘅知識產權同埋專利之外咧，同一時間美國咧就從此再嚟補咗一腳，呢一腳咧先至係最攞命啊！美國就覺得日本咧唔知有啲咩神奇力量嘅，就好似打不死嘅小強咁樣，為咗免除後顧之憂，所以呢個時間咧，美國又扶持咗日本嘅鄰國韓國嚟到作為代替日本喺半導體生產嘅產業上面嚟到瓜分日本嘅市場嘅。咁當時最大嘅受益者就係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嘅半導體所謂龍頭大哥韓國三星等等嘅呢啲企業就嚟到咧喺當時瓜分咗日本嘅市場啦。其實如果唔係出埋呢招嘅話，我心諗可能日本嘅半導體咧都仲有得掹嘅。咁當然啦，可能要5-6年之後先至攞翻一定嘅地位。但係當美國出埋呢招扶植起韓國嘅半導體嚟到瓜分到日本嘅市場嘅時間咧，真係可以話到呢招咧就攞咗日本仔命啦。隨住韓國半導體開始崛起，從此日本嘅半導體咧亦都一蹶不振。到最後唔使講啦，當然就係日本已經正式敗陣咗落嚟啦。呢一次亦都係最出名嘅一次，美國嘅第一次芯片戰爭，成功完全擊敗日本，嚟到贏得咗第一次嘅芯片戰爭啦。而美國所發動到嘅第二次芯片戰爭，就係距離今次擊敗咗日本之後冇耐咧，佢又嚟到發動第二次咯。今次所發動到嘅第二次芯片戰爭咧，時間就係喺上個世紀嘅90年代嘅。咁今次美國又向邊個發動呢個芯片戰呢？原來今次所針對到嘅對象呢，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到曾經用到嚟俾美國扶持起嚟，用嚟對抗日本嘅韓國啦。韓國喺當陣時就係俾美國扶持起嚟，用到嚟瓜分咗日本嘅市場嘅。咁究竟美國點樣收拾韓國呢？今次我哋就先要嚟到講下呢，韓國究竟因乜嘢觸發點而去到俾美國咁樣搞法。當韓國嘅半導體逐漸被扶持起嚟嘅時間到咗呢一刻，連佢哋都知道究竟半導體領域為到未來嘅重要性究竟係有幾咁犀利。所以韓國去到呢一刻呢，佢肯定亦都好似日本一樣，係唔甘心只係做一個為到老美而生產嘅工具嘅。於是佢亦都開始走到自主研發嘅呢條路上面，邁進出自己嘅步伐啦。最終韓國動態隨機儲存器上面喺呢個部件上面就嚟到發展迅速，仲一舉成為咗全球最大嘅儲存器出口國添。喺取得咁大嘅進步嘅時間亦即係等同將老美嘅佢嘅風頭嚟到蓋過。韓國
你成為咗儲存器嘅第一大出口國。試問我老美呢個大哥呢一刻又情何以堪啊？我個面仲擺喺邊啊？呢個時間難道美國唔會心動嚟到用同樣嘅方法去收拾你咩？結果當然就係會收拾韓國啦。相對於美國收拾日本嘅半導體而言，對付韓國呢，好明顯係要比對付日本嘅時間呢溫柔一啲嘅。當美國出動到第一招，啱啱呢就嚟到對韓國嘅企業進行第一單嘅老屈式侵權訴訟以後啊，美國呢就諗住第二招、第三招咁接落去嘅。點不知淨係當美國使出第一招嘅時間啊，韓國呢就立即舉白旗投降，已經宣布招架啦。造成咁樣嘅原因啊，好有可能就係韓國佢都睇得清清楚楚，可能已經睇到啊日本之前嘅前車可鑑啦，所以韓國就心諗無謂作出任何反抗啦，盡快投降先係唯一嘅選擇，否則等美國出招啊嚟到去持續打壓嘅時間啊，後果將會更加嚴重。咁樣都可以話到韓國係揀得啱嘅，因為佢肯定輸緊嘅。與其係咁，韓國早啲投降呢，都算係一個比較折衷嘅方法，起碼損失唔會咁多先啦。結果韓國就喺美國出咗第一招之後，就可以宣布到咧不戰而降。從此韓國三星嘅股份呢，亦都淪為美資所控制。就係咁樣，美國就嚟到啊，成功喺第二次嘅芯片戰入面成功擊敗咗韓國，因此咧就取得咗第二次嘅芯片戰嘅勝利啦。當收拾完韓國以後，睇嚟都隔咗一段時間，起碼咧就有10幾年，都係由到美國雄霸呢個半導體嘅事業嘅，個個都乖乖地唔夠膽啊嚟到去逆美國嘅意。總之美國叫你做乜就做乜，千祈唔好有僭越啊！但係過咗10零年之後啊，時間就去到21世紀嘅初期啦。呢個時間就有一間公司係嚟自於歐洲嘅，準確啲嚟講就係嚟自於德國嘅奇夢達公司。呢間公司曾經被譽為係歐洲嘅儲存器之光嚟嘅。今次美國所瞄準到嘅苗頭就係呢一間啊德國嘅奇夢達。奇夢達嘅遭遇咧係比較悲慘啲嘅，一方面遭受到美國嘅技術壓制，而另一方面呢亦都受到嚟自於美國嘅資本滲透啊。到最後再面臨埋啊美國嘅一招變招，呢招變招就係由到美國主導。今次咧就有別於日本嗰一次所利用到嘅半導體行業協會，隔咗咁多年之後啊，可能老美都覺得淨係由到矽谷公司所組成到嘅半導體行業協會，可能喺牌面上咧都叫做唔係好夠力，所以咧今次佢就嚟到重新包裝，使用到由美國主導嘅全球半導體聯盟以及係國際半導體行業協會等等嘅呢啲組織嚟到施壓德國奇夢達公司。就係呢三招三管齊下，奇夢達可以話到係毫無招架之力嘅，因為喺呢個時間，整個行業嘅技術標準、貿易規則等等，都掌握喺呢啲所謂嘅協會同埋聯盟嘅身上，而呢啲聯盟同埋協會，亦都係被美國牢牢咁控制住嘅。美國人喺經歷咗咁多年之後，招式亦都有所進化，就係由到呢啲所謂國際組成嘅協會，定下國際嘅行業標準。嚟到施加壓力嗱，當然啦，德國奇夢達公司另外一個迅速被美國打敗嘅原因就係咁啱喺嗰陣時咧就遇上咗08年嘅金融海嘯嘅，喺重重嘅打擊情形底下，德國奇夢達就直接被拋棄咗啦，最後就不得不被我哋全世界範圍嘅半導體行業公司去到瓜分咗。當陣時台省嘅台積電都夠晒強勁噶啦，佢有份瓜分呢啲技術，韓國亦都有份，連日本甚至乎當陣時我哋正處於剛剛發展期嘅中國半導體行業咧，亦都有份瓜分呢啲技術。例如而家比較出名嘅中國半導體公司合肥嘅長蔭儲存，就係喺獲得咗奇夢達嘅核心技術之後所成立嘅。之後咧，合肥長蔭儲存亦都成為咗我國首間嘅內存供應商。睇到嚟呢度咧，大家似乎好似明白咗一啲嘢啦。就係喺半導體領域入面，美國從來以嚟都係想做呢個老大嘅。喺美國嘅角度嚟講，你用我嘅技術可以，你用我嘅產品亦都可以。
甚至乎你用到我嘅設備嚟生產你嘅產品，亦都可以。不過你千祈唔好諗住搞自我研發，研製一啲屬於你自己嘅技術啦，亦都唔好諗住嚟到佔領我老美嘅市場，咁就更加唔好講到啊，想超越我、取代我添啦。如果有以上種種嘅一點點跡象，老美亦都會毫不猶豫咁樣去到打壓呢一啲國家。之所以美國強力打壓華為，唔單單只係咧，因為華為嘅移動通訊終端，亦即係手機上面對到美國嘅手機市場造成所謂重大嘅影響，對佢哋產生好大嘅競爭力咁簡單。焦點唔在於局限喺手機市場，其實最重要，華為被打壓嘅原因就係因為華為喺整個 5G 領域所有嘢加埋，整套嘅 5G 技術都徹底超越咗美國。正因為咁，於是美國就展開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制裁以及係打壓。喺2018年12月，加拿大就以莫須有嘅罪名逮捕咗孟晚舟。加拿大只不過係受到美國指示啫，背後真正出招嘅係美國。美國就企圖利用到呢一種方法嚟到逼華為認輸。好在當陣時孟晚舟都撐得住，冇承認到罪名，而華為亦都撐得住。否則嘅話呢，華為就將會遭受到同之前嘅嗰啲例子一樣，係會受到滅頂之災嘅。因為接落嚟華為肯定會受到巨額嘅罰款，直到優質嘅資產被完全瓜分為止。呢條舊路我哋已經睇得到啦。再講，仲有一個案例係十分之相似嘅，同華為呢一個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到嘅法國阿爾斯通事件啦。從阿爾斯通嘅事件，我哋就知道呢間成立咗近100年嘅能源企業，曾經被稱之為法國工業上嘅明珠。就咁樣一間咁好嘅公司就嚟到俾美國完全拆骨搞掂咗啦。大家須知道喺2008年奧運嘅時間當時我哋嘅北京奧運亦都係使用咗阿爾斯通嘅全自動信號系統，先至開通咗北京機場嘅地鐵線。呢條地鐵線係我哋當陣時第一條全自動嘅地鐵線嚟嘅。時間翻到去2019年嘅5月，美國就正式將華為擺入去實體嘅制裁清單入面，從此亦都唔再允許美國為到華為提供芯片。喺隔咗1年之後，2020年嘅5月，美國商務部又禁止芯片代工廠利用所謂美國嘅設備為到華為供應芯片。就喺嗰陣時，本身為到華為代工嘅台積電從此就唔能夠再提供芯片嚟到俾華為啦。而美國佬當然唔止咁簡單啦，佢亦都同一時間禁止華為使用到美國嘅技術以及係相關嘅軟件設計嘅程式嚟到去生產自家芯片添。呢招先至盡因為華為其實本身佢自己嘅主業就係好擅長設計晶片嘅，連呢樣嘢都禁埋，美國佬真係可以話係做到好盡。而同年嘅8月，美國再度出招，亦都同一時間發布全球禁令，任何所有使用到美國所謂嘅設備技術嚟到生產芯片嘅製造商都唔可以向到華為供貨。咁樣亦都將華為想向到荷蘭 ASML 呢間全球唯一嘅精密光刻機公司向佢哋買入到光刻機嘅呢條路都封死埋。可以話到係手段都用到盡晒噶啦。但係就喺咁樣嘅情形底下，好多人都認為到華為今次瓜梗啦，可以用嘅美國佬都用盡晒，華為嘅芯片應該從此都一蹶不振，想攞到一塊比較先進嘅芯片都難，自己設計又唔得，就算設計到都冇一啲適合嘅光刻機嚟到將芯片製造出嚟，咁點算啊？但係慶幸嘅就係華為唔係之前嘅日本，亦都唔係韓國，更加唔係歐洲。好在嘅就係華為一直喺技術上面有好強嘅前瞻性嘅，從來華為嘅研發都係喺整個行業裏面係行先幾年嘅。呢一點我哋從華為嘅歷史以及係佢嘅技術研發嘅裏面嘅投入就可以知道呢一點噶啦。雖然目前喺關鍵嘅極深紫外線光刻機，亦即係 EUV 嘅光刻機領域上面我哋仲有一段距離要走，但係華為喺呢4年被制裁嘅時間裏面其實一直係冇將步伐停落嚟嘅。
反而一直都喺技術上面做出創新。比如呢條路行唔通嘅話，就研究過一啲比較折衷嘅方法咯，例如係芯片嘅設計上面、芯片嘅堆疊技術上面等等。華為咧亦都係花費咗好多嘅功夫嘅。同一時間，華為既然唔可以向外嚟到揾出製造自己芯片嘅方法，亦都冇國外嘅半導體公司為佢生產芯片，咁呢個時間呢，華為就唯有尋求國內嘅半導體企業嚟到進行合作，打造屬於一個真真正正屬於我哋中國自己嘅整個芯片嘅供應鏈。後到咩故事？大家呢個幾兩個月都好清楚啦，就喺個零月之前，搭載住麒麟 9000S 芯片以及係 5G 射頻芯片嘅華為 Mate 60 Pro 或者叫做 Mate 60系列啦。隨住呢啲手機嘅橫空出世，就證明咗華為喺呢4年被制裁嘅時間入邊所花費到嘅努力，已經取得咗巨大嘅成功，亦都徹底擺脫咗美國芯片嘅制裁。雖然我哋到呢一刻都唔知道華為究竟係用啲乜嘢方法嚟到可以批量量產、大量製造呢一啲屬於我哋國產嘅先進芯片，直至到呢一刻都冇一個真正嘅答案嘅。但係從個結果睇，我哋就已經足夠啦。事實上嚟講，國產嘅先進芯片真係切切實實出現咗喺我哋面前，而且數量亦都係龐大嘅。單憑呢個結果，我哋就可以嚟到下一個判斷，就係標示住美國向到我哋中國所進行到嘅第4次芯片戰就同以往唔同，今次係徹底失敗嘅。可能就正如荷蘭 ASML 阿斯麥公司呢一間光刻機生產商嘅 CEO 話齋，佢喺之前咧已經講過啦，千祈唔好孤立中國㗎，你孤立中國冇用㗎，中國人總會用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方法嚟到去解決被制裁嘅問題啊！你越逼佢嘅話，只會令到中國人更加快生產屬於佢哋自己整個嘅芯片產業嘅供應鏈嘅啫。睇嚟呢一番話，佢喺大早年之前就嚟到講嘅時候呢，可能佢自己都收到一啲風，或者佢透過自己嘅想法嚟到已經預先知道啦。而隨住好似德國呢啲歐洲國家，亦都宣稱將會繼續使用華為嘅設備。今次嘅芯片戰，雖然華為受到嘅影響比較大，但係美西方世界嘅陣營，佢哋嘅損失都未必細過我哋好多㗎咋。分分鐘佢自己嘅損失仲大。點解咁講啊？因為喺呢次第4次嘅芯片戰入面，美西方世界所主導到嘅半導體行業係失去咗整個全球最大嘅市場，亦即係失去咗我哋中國整個嘅市場。比如係台積電、ASML 呢啲，之前都講過啦。ASML 嘅 CEO 咧喺接受到訪問嘅時間就話到呢啲制裁冇用嘅，但係其實佢同一時間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大吐苦水咁話到啊。本身台積電咧就諗住嚟到更新佢嘅設備嘅，就向我哋買入更加多先進嘅光刻機嘅。而家呢啲計劃全部都被延遲啦，甚至乎唔買添。點解啊？原因就係因為啊，喺失去咗中國市場以後，根本就冇咁大嘅需求量，所以台積電都唔使買新嘅光刻機啦。呢件事情上面，我哋就可以睇到損失嘅唔單止係 ASML 呢間公司賣唔出呢啲新光刻機咁簡單，台積電佢自己都係受到影響嘅，因為佢都唔需要生產咁多芯片，接唔到咁多生意嘅時間啊，自然營業額受到極大嘅影響啦。因此整個第4次嘅芯片戰咧，可以就係話到啊，係傷敵500，自損1000嘅。從呢件事情裏面，我哋就可以睇到，都係我哋過往嘅偉人講得啱，自力更生就豐衣足食。有時有啲嘢咧唔會有咁着數嘅。如果下下受制於人嘅話，始終都會有一日喺受到別人打擊嘅時間係會手足無措嘅。我哋學會嘅就等同中國所喺一路走落嚟學到最重要嘅嘢一樣。呢一樣嘢就係越係關鍵嘅嘢就要越係掌握喺自己嘅手入面，否則到你有一日當敵人想整蠱你、想玩你，甚至乎想制裁你嘅時間啊，你都可以憑住自己嘅力量做翻自己，甚至乎好似而家咁樣。如果未來中國嘅半導體行業越嚟越以一個急速嘅勢頭追上去嘅話，咁樣整個半導體行業就會分為兩邊，一邊就係以美西方為主導嘅
半導體生產行業，另一個體系咧就係屬於我哋中國嘅半導體生產行業。但係中國呢一邊咧，相比起美西方嗰度係有優勢嘅，原因就係到我哋真真正正游刃有餘地啊，能夠生產到先進嘅芯片嘅時間啊，肯定呢個生產成本嘅價格係會比美西方世界所主導嘅半導體行業咧係嚟得更加平，性價比係嚟得更加高嘅。去到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實現到半導體上面嘅反超前。到時咧，佢哋嗰啲半導體嘅產品咧，實唔夠我哋性價比高嘅。市場咧就好現實嘅，邊個價錢平，邊個嘅質量好，就會倒向邊個。呢一種市場嘅力量，並唔係話美國求其出幾招就可以限制得到嘅。就算喺你美國市場上面限制得到，你能夠將呢啲政策影響到全世界咩？你能夠禁止所有嘅全球消費者買入到屬於我哋中國生產嘅半導體咩？根本就冇可能。我十分之期待有呢一日嘅降臨，到陣時就可以一次過還翻晒俾老美，等佢自取惡果。跟住我哋就講一個猶太家族嘅故事。呢個家族呢個名就叫做沙遜家族。咁講起猶太人嘅家族，好多人都會知羅富齊家族就非常之有錢啦。咁喺歐美嘅影響力呢，羅富齊家族係好犀利嘅，亦都喺歐美係擁有大量嘅財產。但係講到我哋亞洲東方呢邊，有另一個猶太人嘅家族呢，係同呢個羅富齊家族齊名嘅，佢就係沙遜家族啦。咁要講到沙遜呢一個猶太家族嘅話，佢哋個家族起源呢，就好多年前喺歐洲嘅西班牙、葡萄牙嘅一帶嘅。但係佢哋喺中世紀嘅時候，為咗逃避嗰啲歐洲反猶主義者嘅追擊呢，就喺西班牙一直走難，走到去中東。咁最後佢哋就揀咗喺呢個伊拉克嘅巴格達嗰度呢嚟到住咗落嚟嘅。咁一住啊，就住咗超過100年啦。佢哋個家族同時間佢哋喺當地又累積咗好多名望，能夠喺當地世襲一個官位叫做首席財政官嘅。咁嚟到呢個時候呢，就要講一講呢個家族裏面一位比較出名嘅人物，佢就叫做大衛沙遜。咁我哋以下落嚟呢，就稱呼佢為 David 仔啦。呢個 David 仔佢老豆呢，就叫蔡利，全名就蔡利沙遜。佢喺18世紀嘅時候呢，就喺巴格達嗰度擔任呢個首席財政官。但係適逢喺嗰個時候，伊拉克當地呢，就有好多反猶嘅活動嘅。咁呢啲反猶嘅活動一直去到19世紀嘅20年代都仲未停過嘅。咁喺嗰個時期呢，巴格達就換咗一個新嘅行政長官，個名就叫達烏德。呢個達烏德呢，佢就繼續推行一啲反猶嘅強硬政策，而且當佢上場做咗行政長官嘅時候，佢就將本來由呢個沙遜家族嚟到世襲繼承嘅首席財政官一個位呢，就褫奪咗佢嘅。但係後來褫奪咗之後，啲財政搞到一塌糊塗，就被逼呢要恢復翻佢哋呢個位。而我哋頭先提到嗰個 David 仔大衛沙遜呢，佢就對呢個行政長官達烏德推行呢啲反猶政策係極為不滿。於是乎咧，佢就向呢個土耳其政府嚟到參呢個達烏德一本啦。但係真係估唔到啊！佢咁樣參佢一本之後呢，果然呢個達烏德就冇得撈呢個行政長官啦。咁自此之後，呢個達烏德就對呢個大衛沙遜啊 David 仔充滿仇恨，諗住啊對佢不除不快，跟住就開始對佢制定一啲報復嘅計劃啦。不過呢個大衛沙遜佢係收到風，於是乎阿 David 仔就帶住佢哋一家老少開始逃離呢個巴格達。而當阿 David 仔個爸爸阿蔡利沙遜兩腳一伸之後呢，阿 David 仔就做咗沙遜家族裏面啊嘅一家之主。最後佢就選擇咗喺呢個英屬印度一個地方叫做孟買嚟到定居嘅。咁喺孟買嗰度，佢亦都透過金錢嚟到為自己買到一個英國嘅國籍。咁點解當其時沙遜家族會選擇定喺呢個孟買嗰度做居所呢？咁喺嗰個時期，印度就係英國嘅殖民地，而孟買係一個港口城市嚟嘅。咁英國人或者以前喺嗰個舊嘅年代啦，港口城市佢有得天獨厚嘅優勢嘅，就係可以經商啊嘛，透過船運。而阿 David 仔佢嘅目光呢，亦都係放咗喺孟買呢一度，因為想喺呢度借助英國佬喺全球嘅資本勢力，就嚟到幫助佢今後喺呢個孟買地方對世界各地進行一啲貿易嘅活動。而英國佬喺呢個工業革命之後，紡織業呢又開始迅速發展。當其時佢哋製造嘅紡織品，亦都係通過孟買呢個地方呢就進入到去
整個英屬印度嘅大地上面嘅。咁所以喺當其時孟買嘅貿易地位呢，就好似幾十年前我哋香港咁樣啦，進入到去中國大陸一樣。咁所以阿 David 仔就喺印度成立咗一個叫做沙遜洋行，而佢亦都係憑住佢哋家族以前喺巴格達做過首席財政官嘅嗰啲經驗同埋聲譽，以及當其時嘅人物，好快佢哋沙遜洋行呢就成為咗印度同埋中東之間最多貿易往來嘅公司啦。咁嚟到呢度，我哋就開始講沙遜家族點樣嚟到禍害我哋中國啦。因為時間去到1833年，英國嘅議會就廢除咗一間叫做東印度公司對我哋中國嘅貿易權啊。咁就代表咗啲咩呢？咁就代表咗喺英屬印度嘅其他洋行係唔受嗰啲貿易專利權嘅限制，就可以嚟到我哋中國嚟到做生意做貿易嘅。於是乎呢個 David 仔呢，就睇準咗我哋中國嘅市場啦，就開始將鴉片輸入我哋中國啦。因為英國佬喺英屬印度嗰度開放呢個貿易權之前呢，阿 David 仔已經累積咗超過10000箱嘅鴉片，諗住攞去賣噶啦。於是乎從1834年去到1836年嘅2年間，呢個 David 仔嘅沙遜洋行賣過嚟我哋中國嘅鴉片已經係超過咗4萬箱啦。咁鴉片嘅禍害呢，就唔需要喺度多講，大家都知道呢啲嘢簡直就唔係一啲正常嘅貿易嚟嘅。而佢哋身為賣家，佢哋亦都知道呢樣嘢呢喺社會上面嚟到講係一個禍害嚟㗎。咁多鴉片運到入嚟我哋中國，去到禍害我哋嘅人民。當其時嘅清政府亦都意識到呢，鴉片係一樣禍害，唔可以掂，一定要禁嘅。咁好出名嘅事情就發生咗啦，就係林則徐禁煙啦。喺1938年，清政府就派林則徐嚟到東莞嘅虎門嗰度嚟到銷毀鴉片嘅。咁當其時林則徐所銷毀到嘅鴉片呢，全部都係來自沙遜家族嘅，總數係多達2萬幾箱啊！咁樣一燒，呢啲鴉片呢，就全部煙消雲散。咁沙遜家族呢，就非常之唔開心啊！於是乎呢個沙遜家族呢，就聯同其他會輸入鴉片到我哋中國嘅英國商人一齊聯合埋，就去英國政府嗰度告狀，以及係俾壓力英國政府，因為佢哋嘅鴉片買咗之後係要俾翻稅英國政府嘅，而嗰啲稅收有一部分呢，就會落到呢個英國皇室嘅口袋裏面嘅。咁所以英國政府聽到佢哋咁樣講嘅時候呢，迫於無奈啦，就唯有發起呢個鴉片戰爭。但係嗰陣時英國佬佢哋都唔夠膽講呢個鴉片戰爭呢係叫做鴉片戰爭噶，因為佢哋係叫做通商戰爭噶。個意思即係話呢，喺佢哋英國佬嘅說話裏面，就我哋中國人唔俾佢哋英國人喺度做生意，所以就焚燒咗佢哋嘅貨物，所以佢哋要打我哋咁樣講噶。咁後來第一次嘅鴉片戰爭結束咗之後，大家都知道簽訂咗一個條約，一個喪權辱國嘅條約，叫做南京條約。而呢一個條約亦都直接令到滿清政府將香港島就割讓咗俾佢哋英國，同時間仲要強迫我哋中國開放5個城市俾佢哋英國作為通商嘅口岸。呢5個城市就包括我哋珠三角呢邊嘅廣州啦，長三角嗰邊嘅上海同寧波啦，以及係福建省嘅福州同埋廈門嘅，仲有就係賠償無數嘅金錢。咁自此之後，呢個沙遜洋行嘅業務就遍佈我哋香港、廣州同埋上海噶啦。咁喺呢個第一次嘅鴉片戰爭結束咗之後嘅嗰段時間裏面，沙遜家族總共喺我哋中國係賺咗幾多錢呢？就大概係賺咗4.5個億嘅銀元。嗰陣時嘅人呢，就用銀元噶嘛，一個銀仔其實係一個銀嚟嘅，係純銀嘅銀仔啊。咁4.5億呢個數字，當其時呢，整個中國都係4點幾億人嘅啫。咁啊，相等於喺每一個中國人身上賺咗1個銀元噶啦。但係沙遜家族冇因此而滿足喎。當佢哋越賺越多錢嘅時候，佢哋開始覺得嗰陣時嘅南京條約淨係開放5個通商口岸呢係唔夠噶。於是乎又喺背後發功，影響呢個英國政府，要佢哋對我哋中國發動第2次嘅鴉片戰爭。咁當呢個第2次嘅鴉片戰爭，我哋滿清政府又打敗咗嘅時候呢，就簽咗個天津條約。而喺呢個條約裏面，有大幅咁樣降低咗沙遜家族佢哋喺我哋中國做貿易要交嘅稅項，繼續令到呢個家族呢，佢哋嘅業務係更上一層樓，賺得更多呢啲污糟錢嘅。而通過咁樣嘅發展，沙遜家族當其時已經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鴉片集團啦。
咁後來沙遜家族就唔止係賣鴉片啊、賣下紡織品啊，做呢啲貿易，佢亦都係睇準咗我哋中國當其時嘅金融市場。咁於是乎，沙遜家族就聯合埋其餘10幾個都係以呢個鴉片起家嘅毒販，合資開咗間銀行。嗰間銀行就叫做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啦。咁後來因為抗日戰爭嘅爆發，沙遜家族開始將佢哋喺上海嘅財富咧就嚟到轉移啦。到後來抗戰勝利嘅時候，佢哋亦都係有感啊，上海租界嘅特權係即將會失去。於是乎就再將佢哋旗下嘅分公司啊、啲財產啊，就全部搬晒嚟我哋香港嚟到經營嘅。最後喺1949年發生咩事呢？就係我哋新中國嘅成立。呢啲喺特殊時期透過特殊關係入到嚟我哋中國通商嘅外資公司呢，佢哋殘餘喺我哋中國嘅財產，例如係一啲建築嘅物業啊咁樣，嗰啲係帶唔走噶嘛。於是乎我哋新中國就用一個手段嚟到逼走佢哋啦。點樣逼走佢呢？就係利用民國時期國民黨留低落嚟嘅一啲政策，就好似高昂嘅土地使用率稅一樣，對嗰啲物業去到加重個稅率。咁新中國成立咗之後，土地咧就唔係屬於私人擁有噶嘛，係屬於大家都擁有噶嘛。因為國家嘅土地咪即係大家噶咯。咁所以無論你係英國佬也好，英籍嘅猶太佬也好，佢哋喺我哋中國佔有嘅土地，其實就唔係屬於佢哋噶嘛。咁所以就要向佢哋去到徵收地稅啦。咁所以當呢一班洋人所擁有嘅土地上面嘅房產收入係抵唔上交稅嘅時候，佢哋就只能夠用嗰啲房產嚟到抵過一啲稅項。咁結果咪要全部霸佔翻嚟嘅嘢都要還翻俾我哋中國人民咯。咁所以去到1958年嘅時候，呢個沙遜集團就無奈咁樣要結束晒喺我哋中國大地嘅業務啦。除咗香港之外，咁所以大家除咗要知道鴉片戰爭係英國人對我哋中國發起嘅一個戰爭之外呢，佢背後係仲有呢一個叫做沙遜家族喺度做推手。而我哋中國人喺100幾年前嘅嗰段屈辱史都可以講到係沙遜家族嚟到一手點燃嘅。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咧就由到我格仔咧嚟到去介紹一下12月21號至1月2號今次為期13天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咧，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咧，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咧，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3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2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2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2天嘅行程啦。去到第3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趕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
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呢，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3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千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去到第4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啊。第4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休閒嘅麗江古城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裡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㗎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4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係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佢就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去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裡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裡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裏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沸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咧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咧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
我哋咧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聯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咧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啊，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嗱，由於呢笪地方咧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咧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獾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獾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宏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獾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啊，猛獾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啊，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兩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啊，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啊，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木玉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啊，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啊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對面嘅緬甸噶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無忘歷史。睇完之後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裡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嗱，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呢，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啊！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呢，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呢，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
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去昆明咧，最近咧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咧，就喺前1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裡面嘅其中一段，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咧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噶咯？亦即係話到咧，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裡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裡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
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鬥南國際花卉市場。呢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返香港嘅。咁樣咧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咧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裡面所坐嘅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咧，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三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